别呀！都3天了，这怎么还一点动静都没有？这可是当世修为最强的4人，不过他们能飞升吗？展开了！师叔展开了仙门，他们要飞升仙界了！恭送徐阳师叔飞升，天玄不朽，万古长存。仙门开了，感谢徐道友，此恩我龙族必永相铭记。去吧。当世最强，果然名不虚传。徐阳，我们能飞升成功，还是沾了你的光。这份人情，等到了上界再还你。徐老狗，等到了上界，下次小爷一定能打过你。怎么回事？明明师叔展开了天门，为什么师叔被拦在了门外？徐阳，你虽修为通天，但未结红尘，大道未满，无法飞升。未立红尘，徐老狗，你修炼1000年，不会还是个雏吧？哈哈哈哈哈！小爷先走了。师叔这是要干嘛？难道师叔要直接对抗天道？可自古以来，从未有人能直接抗衡天道。拦我，你们还不配！大胆徐阳，你敢违逆天道，你的天还没试过。天道，这个拉横的我！徐阳，你红尘未立，大道未满，竟敢逆天飞升，罪当生死道消，魂锁万年。师叔陨落。苏云淼，只要你嫁给本少宗主，劝你那固执的掌门师傅将灵脉让给我赤云宗，我可保你天玄宗不灭。等本少成为赤云宗宗主，你就是宗主夫人，否则别怪本少无情，灭你们道统。休想！天玄宗只有站着生，没有跪着死。没有灵力，看来天道都无法杀死我，只能散我灵力。不过我毕竟元神尚在，想要恢复修为，随时都可以。散我修为并无意义。自我被困到现在，竟已过去1万年之久。没想到1万年过去之后，大陆灵气竟衰弱至此，连一个地境强者的气息我都没有感受到。不好，同样是炼气巅峰的实力，但他们有3人。有人想灭我天玄宗道统，哼！
了！不要命了！居然不惜引爆本命法宝，想同归于尽！只可惜呀，老子我有保命的法宝，没想到吧？我看你现在还有什么手段？老子我今天要在这儿把你给办了！师父，天玄宗弟子无能，来世再见。你说要办了谁？你是？你方才说要办了谁？你谁呀你？这是一身脱俗不凡的气质，莫非是个高手？不对，他身上明明什么气息都没有，就是个凡人。妈的，一点灵力都没有的凡人，还敢学别人英雄救美？小心！没有灵力确实不方便，连杀你这样的小角色都得凑量。既然如此，突破了！哼，突破了又怎样？还不是个炼气1级的废物，拿什么跟炼气巅峰的老子我比？给爷死！爷！什么？我赤云宗，我爹不会放过你的，你个小杂种！刚突破炼气1层，就反杀了炼气巅峰，难道他的灵力也耗尽了？你是天玄宗的弟子？多谢道友救命之恩，在下天玄宗嫡传弟子苏云淼，敢问道友名讳？徐阳。这个名字听着怎么这么耳熟啊？徐道友，你刚刚所杀之人乃赤云宗的少宗主，恐怕会惹上麻烦。赤云宗很强吗？是，很强。赤云宗的长老们皆为筑基巅峰的修士，而赤云宗的宗主如今已经达到了金丹级别。才金丹？万年前在宗门也不过是个普通弟子，没想到万年过去，大陆灵气竟枯竭至此，天玄宗的嫡传弟子居然只是个炼气期。徐道友虽然天赋卓绝，不但临阵突破，还能越级斩杀，但是一重境界一重天，道友因为云淼染上了因果，而如若赤云宗知道这件事情，他们是不会放过你的，他们一定会找你报复，到时候自身难保。不如这样，道友如果不嫌弃的话，可以跟随云淼前往天玄宗，如何？过去这么久了，如今宗门内估计已经没有认识我的人了。因果吗？徐阳，你红尘未立，大道未满，竟敢逆天飞升，罪当生死道消，闻所万年。想要飞升，就要力竭红尘。也罢，反正迟早要回去。走吧。奇怪，他怎么知道天玄宗往这边走？宋封城离百宗大比还有3个月，我天玄宗还没淘汰被百宗除名呢，你演都不演了。天玄的灵脉资源，赤云宗今日是打算直接明抢了吗？哎，罗宗主慎言，该守的规矩我自然会守，只是你们天玄宗今日会不会被百宗除名，那可就说不定了。你什么意思？你是仙盟的使者啊？见过使者。使者大人，按照规定，百宗大比的参赛要求，宗门至少要有1个筑基弟子。大人您看，天玄宗这些弟子别说筑基了，
就连炼气巅峰的弟子他都没有，他们怎么参赛呀？离百宗大比还有3个月，你怎么知道在这3个月里，我们不会有人突破筑基？就凭他们，还是凭你这个炼气8层的？即便是资质上佳者，炼气9层巅峰突破到筑基，都至少需要3个月，更何况是他们。我看确实无人能够在3个月内突破筑基。既如此，此次大比名额，使者大人勿急，我天玄宗的嫡传弟子在外历练未归，正好今日归宗。没错，云淼师妹天赋卓绝，修为正好是炼气巅峰，一定能够在3个月内突破筑基。呵呵，嫡传弟子，他倒是要回来才行啊！就怕他在外面一不小心被那个野兽给吃了啊！宋风城，你知道你的嫡传弟子在外历练，我怎么可能放着这么好的机会不派人去截杀？算时间，飞羽他们已经得手了吧？行了，罗天征，别再做无谓的挣扎了。等被仙盟剔除名后，再乖乖的把灵脉交出来。我也不想用强，都1万年了，你们天玄宗的气数也该尽了。徒儿，难道谁说天玄宗气数尽了？师父，云淼师妹，怎么回事？那小子怎么让他回来了？云淼，你没事吧？赤云宗的人把你怎么了？徒儿无大碍，今日参见师祖。才试了1万年，宗门就落魄成这样。多亏了这位道友出手相助，才保了徒儿一命。赤云宗欺人太甚！这位是？他是我天玄宗刚收的杂役弟子。嫂子，你虽刚入道修行，只有炼气1层，但看在你救我弟子的份上，特许你加入天玄宗。杂役？使者大人，这位便是我天玄宗嫡传弟子，炼气9层巅峰修为，马上就能突破筑基，参加大比来得及。不行，他受伤了，心脉受损，光是疗养都至少需要3个月。什么？师妹，你受伤了？原来你没死，还被妖兽打伤了心脉。哎呦，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？太可惜了，就差一点，就一点，你们天玄宗就差一点就不用消失了。天玄宗身为天下第一道统，什么时候一些小门小派都能让天玄宗说消失就消失了？一个刚突破炼气期的凡人杂役弟子难怪你不知道，自万年前天玄宗师叔祖陨落后，这是一代不如一代，天下第一道统还当是1万年前呢，就连一个能突破筑基期的弟子都没有，马上就连吊车排尾号都排不上了。老东西，这就不劳你费心了。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这个道理你不会不懂吧？作为曾经大陆第一师叔祖，什么东西都不会给我们留下吗？宗主，难道你要……师叔祖飞升前，在他青山峰设下禁制，现在宗门危机存亡，正是开启青山禁地，弟子们修炼获得传承的好时机。宗主，不可呀！此地乃师叔祖万年前留下的禁地，没他允许，外人不可进入啊！禁地？
我准备闭死关了，我不喜热闹。这山上，我布下了一道结界，闲人勿进。有事，我自会出山。是。熟人都已经不在了，没想到万年前随手布置的禁制还在，还被后人当做了禁地试炼。师叔祖万年前就陨落了，我们没必要守着一条死人的规矩。若被百宗除名，连唯一剩下的灵脉都守不住，这会是师叔祖想要看到的吗？好了，我意已决。这代宗主修为虽弱，却还算明智。可我记得上面除了我的府邸外，什么都没有才对，哪有什么传承？使者大人，你知道的，万年前，我宗师叔祖一人绝代天下，是大陆唯一的地境强者。他亲自设下的宗门禁地，一定有大机缘。若有弟子能够通过禁地考验，获得师叔祖的传承，一定能突破筑基，出现第二个天玄师叔祖也说不定。哪有什么禁地啊？我看他就是拿禁地试炼来骗人，拖延时间。如果要是有这种好事，那你为什么不去啊？那是因为青山禁地一旦开启，只有筑基以下的修士方可进入。师父，使者大人，徒儿愿亲自前往禁地修炼。2个月之后，我必突破筑基。使者大人，你可千万不能让他们蒙骗了呀！罢了，毕竟是曾经的第一大宗。这样吧，我给你们1个月时间，若仍然无人突破筑基，到达参加大比资格，届时天玄宗百宗除名。多谢使者大人，多谢使者大人。师叔祖，如今是宗门危机存亡之际，对不住了。天玄18代宗主不孝弟子罗天征，为保宗门道统，开青山禁地。这就是万年前师叔祖设下的青山禁地吗？那可是当时无敌的师叔祖，天元大陆唯一的地境强者。他在禁地内留下的传承一定是大机缘，我一定要得到传承，突破筑基。听说万年前师叔祖在此地设下封印，用来考验每一个新入门的弟子。不是考验，是不喜被打扰。本是任何人都进不来才对。小子，你说任何人都进不去，那为什么筑基以下修士可以进入？因为天玄宗当年连杂役弟子都是筑基期，可能没想到你们如今会这么弱吧，弱到连触发禁地阵法的资格都达不到。妈的，你一个刚入门的炼气1层的杂役弟子，还有脸说别人弱，还连资格都没有？你以为你是谁啊？师叔祖吗？住手！大师兄，试炼就要开始了，别惹事儿。徐阳，你也想进去试炼吗？是。你若真的想试炼，我可以让师父把修炼资源给你。但此禁地并非你想的那么简单，你刚突破炼气，还未修炼，进禁地实在太过于危险。你误会了，我不需要修炼资源，只是其他地方我住不习惯罢了。住不习惯？真会给自己找借口，怕是听到这青山是大陆第一人，我们天玄师叔祖的传承，就立马跟了过来。一个刚踏入修仙界的凡人，真是不知天高地厚。马上你就要为此付出代价。我们师叔祖所设下的禁地，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随便进得去的。罢了，一会儿你跟着我，我会保护你的，就当还你的救命之恩。所有天玄宗弟子听令，
进山试炼。是。师傅，筑基以上修为果然进不去。1个月而已，我们等得起。我儿子看上了这个天玄宗的女弟子，估计是舍不得下杀手。没出息的东西，派人去调查，看他又在哪儿浪，让他快点过来。老东西，还不走呢？是准备为我天玄宗获得传承，提前道贺吗？就凭他们这些臭鱼烂虾的资质，你也敢让他们去闯地境强者的试炼？到时候也不知道他们能不能活着出来。我会让我赤云宗的弟子都来，1个月后把你们天玄宗的牌匾换成我赤云宗。走。这么多的兵器法宝，发了呀！散了啊！这些法宝都是1万年前的古董了，在如此潮湿雾气的山里，早已风化腐朽了。这么多法器全坏了，那如果师叔祖留下什么法宝，那岂不是也可能坏了？不对，那儿好像还有一把没有坏。等等！看来想要登顶获得师叔祖的传承，就必须要承受住这些剑气。承受不住就退下，性命要紧。谢谢师姐。谢。这样也行？偷机取巧。通过了，居然让你一个炼气1层的废物捡到了便宜。还有一段路呢。小子，你说有就有，你以为你是？这是王佐。刚刚他怎么知道闪电会落呢？来了，后面还有。师妹。没有灵力了，难道我就要止步于此了吗？可恶！必须要有人拿到师叔祖的传承，至少不能让这个废物拖累云淼师妹。师妹，都到这个时候了，还要分在这里护着他，这个废物
他只会拖你的后腿。我的事不需要你管。你，徐阳，如果因为你云淼师妹没有拿到传承，复原天玄宗的希望，我一定会杀了你。你放心吧，我不会拖他后腿的。你最好如此。走。你身体到极限了，需要停下。我不能停。为了天玄宗，我必须得到师叔祖的传承。我自幼被师父救下，带到天玄，天玄宗是我的家。为了天玄宗，我绝不能停。徐阳，你说这山顶上，师叔祖会给我们留下什么样的传承？没有传承。这上面，除了我曾经住过的宅院，什么都没有。唉。弯腰，左2尺，后退1步，右3尺。他怎么会知道剑气和落雷从哪来？还有之前也是，就好像他来过这儿一样。抬剑，右闪，左闪，旋转。阳阁到了，终于到了。一切都是老样子，还是回家的感觉好。这袍子10000年没换过，正好回来换换。这禁制关了10000年了，空气都不新鲜了。都散了吧。这就是师叔祖的传承之地吗？好充沛的灵气。怎么会？怎么可能什么都没有？虚啊，这里什么都没有。这是师叔祖留下的一座空宅邸。完了，什么都没有。天玄宗完了，只有几本破书。虚啊，师姐，这禁地的障碍刚刚突然都消失了，我们就上来了。师妹，怎么样？你是不是已经拿到传承了？什么都没有。啊？没有传承，没有功法，也没有金丹。这怎么可能呢？这怎么可能呢？那可是大陆第一人，我们天玄宗的师叔祖，怎么可能一点东西都没有给我们后人留下？没有传承，没人能在1个月内突破筑基，天玄宗完了，这会彻底完了。因为本来就没什么好留的，功法无非就那几本，还指望你们后辈能够超越前辈呢。但没想到万年之后啊，天玄宗竟沦落至此，还有你们几个也……你够了，师兄！徐阳说的没有错，靠别人不如靠自己。这里的灵气比外面要充沛，
从今天开始就在此处修炼，一定会有突破。是啊，这儿的灵气值几乎是外面的2倍了，我们修炼定能事半功倍的。可即便如此，要突破筑基，恐怕没有试过，怎么知道自己行不行？不到最后一刻，我永远不会放弃。事不宜迟，我要出去修炼。师妹，让开！算我一个。我也去。老朋友，好久不见。虚儿，虚儿，你怎么不去修炼啊？我不想修炼。我知道你对天玄宗没有归属感，我能理解。天玄宗的劫难也跟你没有关系，但是你的修炼不是为了宗门，是为了你自己。赤云宗的人随时都会过来找你复仇，你需要有更高的自保能力。这是2品补气丹，你在这里修炼，加上这个气丹，一定可以很快突破的。现在的你，比我更需要它。我有，这个你拿着，我先去修炼了。若是无法立红尘劫，突破修为对我没有用，不过是重走一遍老路罢了，还是无法飞升。而且2品丹药对我来说品质也太低了吧？喂狗倒是刚刚好。如今天玄灵气愈来愈稀薄，可怜你这上古荒兽，连金丹都凝结不了。大师兄，那杂役就在这儿。整日不是睡觉就是逗狗钓鱼，飞云淼师妹对你寄予厚望，都快1个月了，一点长进都没有，还是练气1层。说吧，何事？云淼师姐把补气丹给你了，是不是？是。大师兄已经突破炼气9层，离1个月的期限还有3天。大师兄需要更多的2品丹药进行冲击。识相呢，为了宗门的安危，乖乖的把丹药交出来。别人送我的东西，我为何要让于你？而且就凭你的资质，就算把丹药给你，再让你练上3个月，也突破不了。你把补气丹交出来，那不是你这种废物能拥有的，否则，哼！补气丹，最后一颗了。住手！混蛋，你都做了什么？这可是2品丹药，你居然拿来喂狗！不就是拿来喂狗的吗？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哦，喂鱼也不错。小子，你知不知道2品丹药是多少修士可遇而不可求的？如今天玄修炼资源已经如此了吗？我记得以前的时候，2品丹药街上要饭的人都不要，2品丹药要饭的都不要。你说的是1万年前吧？如今天元大陆3品丹药早已绝迹，2品丹药是宗门最稀缺的修炼资源，只有宗门天骄才有资格分配到2品丹药。你再怎么无知，也该有个限度吧？可是我看这漫山遍野都是玉灵草，那可是炼高品丹药的基础药材，怎么会连2品丹药都稀缺？你胡说什么呢？玉灵草不过是一些杂草，怎么能拿来炼丹？看来在我陨落，玉灵草的炼丹手法就失传了，否则怎么可能连5品丹药的基础药材都认不出来？行了，还一个刚修炼的废物，拿走这些。云淼师妹花了整整1年的宗门贡献点，也才勉强换得2瓶，废物！识相就赶紧把丹药交出来。我有，这个你拿着，我先去修炼了。罢了，刚刚确实是最后1个小时，不过你们想要丹药的话，在干什么？
他这是在炼丹啊！天降异象，莫非这小子真会炼丹不成？炼丹师对于当今的天元大陆来说是可遇不可得。这小子是炼丹师，天玄宗捡到宝了呀！师兄，这是极品丹药，我可从没闻过这么香的。药材很多，所以我多炼了一些。这些五品丹药，你们拿去和云淼一起用。五品？我没听错吧？师兄，他说的炼的是五品丹药。小子，你敢耍我？我没耍你啊！若非这玉灵草，它的灵气有些杂质，这品阶应该更高才对。该说你蠢还是该说你无知啊？你以为随便烧几个草，再弄几个丸子，就算炼丹了吗？4品丹药5000年前就已经绝迹，你随手一炼就是5品丹药，你以为你是谁啊？天玄宗的师叔祖吗？这就是5品丹药。够了！哼！我居然差点相信你这样一个废物会炼丹，你就是这么蒙蔽云淼师妹的吗？让师妹给你丹药，连进禁地都要护着你。你这个废物，只会是云淼师妹的累赘，是整个天玄宗的累赘。果然，还是趁早杀了你比较好。你杀不了我。笑话！我刚突破到炼气9层，你一个炼气1层废物，你说我刺你一剑，你会不会死？我劝你不要出剑，出剑你会死，是吗？哼！哼！住手！师妹，你为何一直护着这个废物？他只会拖累你，拖整个天玄宗的后腿。这是我自己的事，无需向你解释。师兄越界了。我只是不忍心看着师妹你被蒙蔽，你带她回宗门，对她给予厚望。可这个小白脸，他不识好歹，非但不好好修炼，还居然拿你送给他的丹药喂狗。就算你再喜欢这个小白脸，师兄，是因为我在回天玄宗的路上遭受赤云宗的杀害，从而受伤了。是徐阳他救了我，我不希望他受牵连，所以把他带回天玄宗庇佑，给他丹药，是想报恩。报恩？难怪之前仙盟的人说你心脉受损，需要静养，原来是赤云宗那群混蛋干的。师妹，你的伤已经好了，此地灵气充沛，你们几个1个月还差3天，都不回去抓紧修炼吗？误会，师姐，别生气啊。徐阳，看在你救了我师妹一命的份上，我暂且饶你一命。我们走。徐阳，师兄刚刚说的是真的吗？你是说丹药的事？我不想修炼，所以就喂狗了。既然东西给你了，随意处置。我来找你是想跟你说，3日之后你离开天玄宗吧。为何？我虽然凭着你的灵气恢复了心脉，但是我已经没有时间去突破筑基了，其他弟子更不可能。3日之后，天玄宗将被百宗除名，届时赤云宗一定会向我们开战。他现在的实力，师父都会自身难保，我到时候也没有精力分心保护你。而且现在想必赤云宗他们已经发现宋飞宇的死了，但是你放心好了，我一定会跟他们说人是我杀的，跟你没有任何关系。以你现在的功力，他们若不是仔细查，是不会怀疑你的。你放心，我会保全你。我自幼被师父救下，带到天玄，天玄宗是我的家。为了天玄宗，我绝不能停。徐儿，你说这山顶上，师叔祖会给我们留下什么样的传承？等一下，你看那儿，那是不是师叔祖留下的禅场？天玄九剑，天玄九剑，居然是一本完整的天玄九剑。你知道吗？
当年师叔祖就是凭着这本书冠绝天下，而这本书还随着师叔祖的陨灭，就一直销声匿迹，就连我们天玄宗一直练的都是残本，没想到这本完整版在这里发现了。这里还有一袋5品丹药。丹药？5品丹药，真的是5品丹药，你知道吗？只要吃下这一颗，就可以突破一层境界。徐阳，天玄宗有救了！天玄宗有救了，徐阳！有了天玄九剑，还有5品丹药，谢谢你，徐阳，因为你带我来到这儿，才会有了师叔祖的传承。谢谢你，是你的诚心打动了师叔祖。天玄宗嫡传弟子苏云淼，谢师叔祖传法。徐阳，你快过来跟我一块谢拜。丹药和功法都是留给你的，我就不用了。奇怪，之前我明明将府邸找遍了都没找到，他是怎么找到的？徐阳，你的衣服怎么换了？我记得你来的时候是双手空空，这身衣服从哪儿找的？而且这么合身。这个药袋怎么如此眼熟？这是2品补气丹，你在这里修炼，加上这个气丹，一定可以很快突破的。等等，还有之前的试炼仪式，你怎么能提前知道这每次间隙从哪儿飞来？徐阳，你是天才！徐阳，你是修行的天才！徐阳，你知道吗？你如果勤学苦练，一定有一天会反超我的。我只是不想修炼，我想突破的话，随时都可以。突破哪有这么容易啊？算了，我没时间了，我得好好去练习。等我练好以后，要立刻下山，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师父，还有其他弟子们。谢谢你，徐阳。哎，罗宗主，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了，你们天玄宗的弟子一个都没出现，不会是在禁区里面都死了吧？老东西，那可是天玄师叔祖的传承，哪有那么快？哼，还等，这天都快黑了。哎，使者大人，这说好的1个月可不能言而无信啊！我们赤云宗的弟子把洞府里的家伙事儿全都搬来了，随时可以准备接收天玄宗。天都快要黑了，天都最心愿了，看来我天玄气数今天真的要尽了。我宣布，天玄宗是他们出来了。师父，云淼，长歌，师父，师父，弟子已经突破筑基期。师父，我已修炼到炼气巅峰，马上就可以出击。好啊！使者大人，现在我天玄宗有参加百宗大比的资格了吧？筑基1层修为，符合大比要求。多谢使者大人。怎么可能？他不是被打伤心脉要恢复吗？怎么可能这么快就突破了？难道这禁地真的有传承机缘？宗主，少宗主他死了。什么？我儿子死了？这是怎么回事？这就是金丹境，光是气势就压得人站不起来。老东西，你抽的什么风？妈了个巴子的！
你们天玄宗杀了我儿子，我要你们都陪葬！毛东西，是你劫杀我天玄嫡传弟子在先，偷鸡不成18米，你还有理了？真当我天玄无人吗？是。住手！是真当仙盟不存在了吗？天玄宗百宗第99位，尚在百宗之列。按规定，百宗之间不得随意出手。你们要打，2个月后的大比擂台上再打，生死无论。一个刚突破筑基的小鸡崽子，你们可要护好了！2个月后的百宗大比，我绝不会留手。等你们输了，天玄宗的灵脉就是我赤云宗的。我们走！哼！罗宗主，既如此，在下也告退了。期待2月后天玄宗在大比的表现。恭送仙使，恭送仙使。师父，宗主，喂，怎么样？师叔祖的传承拿到了吗？这丹香，小时候我师父给我闻过，是5品丹药，光是1粒药效就能让炼气修士直接迈入筑基，这可是整个大陆都抢着要的宝贝。师父，天玄九剑，当年天玄宗就是靠的这本剑谱成为的9州第1大宗。有了这份剑谱，天玄宗必能重现昔日荣光。师父，弟子愿交出天玄九剑，供天玄宗弟子修炼，以应对百宗大比。师姐大意。好，有了师叔祖的剑法，天玄宗在此次百宗大比中就有希望。就是便宜了某个小白脸儿，不仅什么功劳都没有贡献，还在禁地怠惰修炼，拖累于淼师妹，现在还白得一本绝世功夫，真是好命啊！1个月过去，所有弟子修为皆有提升，就他毫无长进，看来是没有什么修炼天赋。师父，不是这样子的。好了，居阳，我不会让赤云宗再找你麻烦。但我天玄宗也不是善堂，不是什么弟子都收的。你若想继续待在天玄宗，就要证明你的价值。这次百宗大比事关宗门存亡，我不希望有人成为天玄宗的拖累。徐阳，我带你一起修炼吧。你的资质上佳，不出2个月，我一定可以带你突破的。啊，师妹，难道你想将5阶丹药交给这个废物，让他修炼？徐阳，你又想拖累于淼师妹，离百宗大比还有2个月了，非要让于淼师妹带这个拖油瓶，你好意思吗？我要带谁修炼跟你没有关系。他说的对，我不需要你带我修炼，你顾好自己就行。天玄九剑可不是那么好练的，赤云宗也没你想的那么简单。你好心当驴肝肺！算你小子有点眼力劲儿，希望2个月之后的百宗大比，我们再见面。不对，是见到活着的你。
唉。游山某名远传而去江湖谈，愁着多有两三担风笛手难。雨尽随风如潮，处处映狂澜。为手照30小别最了。远方街。快看，是吴念宗圣死。天骄排行榜第7的夏红城，好强的枪艺！还有枯魂宗的圣女，这就是宗门天骄吗？筑基8层，我记得他好像比师姐年龄还小。宋宗主，你赤云宗风采不减当年呢。聂道友，别再取笑宋某了，离枯魂、无念两宗还是差远了，但总归比某些吊车尾的宗门可是要强上不少啊！你，这届天选子弟，罗宗主培养有心了，此次大比能成为黑马也说不定。夏宗主不敢当，不过对付某些宗门倒确实准备了几手，就怕打了某些人的脸。妈了个巴子，还以为自己是万年前第1宗吗？待会儿输了比赛，连自己灵脉都护不住，这种宗门废物，我看就没有必要存在了吧？哼！恭迎仙使，有什么恩怨？等会儿擂台上，百宗大比，生死无论。按照惯例，各宗门依次进行角逐，胜者选择是否继续。第1轮比赛将由排名最低的天玄宗对抗赤云宗，无限轮次，赢得场次最多者为胜利。若天玄宗输到比赛，将在仙盟百宗除名，仙盟收其修炼灵脉，便分配给胜者。我宣布，百宗大比正式开始。天哪，开局就是炼气巅峰。徐阳人呢？那小子没来呀？前几日见他时，他是炼气1层，整日不是睡觉就是在斗法，丝毫没有长进。朽木不可雕，回去他也没待在宗门的必要了。区区2品丹药，就让你突破炼气7了？吃吧，小家伙，我炼的5品丹药还剩了不少。今天宗门里边怎么一个人都没有？原来如此，差点忘了。今日是百宗大比，走吧，翠华，就凭我那些徒子徒孙的事，比打败赤云宗还差了点。师父，弟子先上。慢着，杀手锏要留在最后。长歌，你先上。是，天玄司长歌，请赐教。赐教你奶奶个腿儿！给爷找死！呀呀！偷袭，误讲武德。什么？
天玄剑法第一剑，刺剑式。炼气巅峰也不过如此，大师兄他也突破了炼气巅峰，这铜镜之下呀，肯定有天玄九剑加持的我们更胜一筹。你很强，但师叔祖创下的天玄剑法更强。我师叔祖乃是万年大陆最强修士，败在他的剑法下，你输得不远。啊！想不到失传万年的天玄九剑，居然再次现世了。有当年天玄那位无敌师叔祖的正宗剑法在，天玄宗怕是要崛起了。赢不了这次大比，还谈什么崛起？怎么会这样？第一场平局。别以为只有你们天玄宗才有传承，我赤云宗也有底牌。燃魂秘法，短时间内能燃烧生命，迅速爆发出平常更大的力量。宋风城，你这是在釜底抽薪！哼，只要赢得了比赛，拿下你们天玄宗的灵脉，釜底抽薪又如何？灵脉现在失去的，我赤云宗迟早有一天会拿回来的。今天过后，天玄宗将不复存在。谁输谁赢不一定呢。下一场，我来。天玄剑法第二式斩魂，点剑式。如此，好啊！下一场，赤云宗胜。下一场，好啊！双方都有底牌，同境界打确实不好输。可惜的是，天玄宗的高境界弟子的数量没有赤云宗多。阿弥陀佛，赤云宗连胜天玄宗2轮，天玄宗要输了。下一场，天玄必胜！师傅，请让弟子上场。再不打，元淼如果现在上台被他们消耗，打赢了宇文拓的概率就小了更多。再等等，再等等。我还能再战，让我来！长哥，我们赤云宗还剩下2个炼气巅峰，1个筑基。你们天玄宗只有那个女娃能打了吧？等我们赢下这局后，除非那女娃能连赢3局，否则你们天玄宗就百宗除名。嘿嘿，刘天征，要不你乖乖的交出灵脉，兴许我会让我的弟子手下留情，不杀你的嫡传弟子，顶多废个修为，弄个残废。老东西，欺人太甚！师兄，为了天玄，为了天玄剑法，你那么喜欢拿剑，我就让你拿。长哥，师兄，哎呦，去死吧！
我准你杀他了吗？我徐阳，虽然他话有点多，但是我并不讨厌他，不是谁都能把脚踩在他身上的。我看你是厕所里点灯找死！好快！不对，他只是炼器第1层，刚才是在炸我。此人是谁？生得好生白净。天玄宗，于阳，下一场，我来。徐阳，这名字怎么有点耳熟？炼器1层，你们天玄宗现在是没人了吗？什么垃圾都能拿出来比？罗天正，你确定要这个废物跟我们打吗？宗主，我们不能再输了，我们已经输了3场，对方还有3人。若云淼能连赢他们3人，我们还有机会。若是让这废物再输1场，天玄就真的完了。使者大人，此人并非我天玄宗的弟子。师父，2个月前我就定下宗规，如今若炼器3层修为以下弟子，皆逐出宗门。所以这个炼器1层的废物已经被逐出天玄宗。天玄宗，你确定要将他逐出师门？我确定。代表我天玄，他还不配。云淼，去吧，天玄的存亡就靠你了。是，云淼绝对不会让天玄宗的道统断绝，更不会让师叔祖蒙羞。你走吧，离开天玄宗，至少不会死。你会死，那又怎样？我赢了，你就不会死。我死跟你有关系吗？倘若你真的在乎天玄宗，你就应该勤学苦练，努力改变天玄宗的结局，而不是满嘴空话。你走吧，我不想见到你。天玄宗苏云淼，应战！筑基1层，他们天玄宗之前的弟子修为最高是炼器8层，几个月过去了，居然就有突破筑基期的弟子了。多亏了师叔祖的5品丹药，云淼才能如此快速突破筑基。哎，文拓，你干什么去？啊，这是？难道是赤云宗放弃了消耗云淼的优势？只要云淼赢了宇文拓，他们剩下的2个炼器弟子就不足为惧。师傅，车轮战什么的就先算了吧，再这么下去，这个废物宗门就没人能让我尽兴了。筑基3层，这么简单就突破了？这宇文拓之前怕是早就能突破了，只是一直压着境界。天玄剑法第7式，一夜云龙舞。这是天玄剑法第7式。没想到短短的2个月，云淼竟将天玄剑法领悟到如此境界。这场我天玄有戏。天玄九剑，不错的剑法，可惜消耗也大呀，他马上就要坚持不住了，又不是第9式，没什么好看的。天玄九剑光是第8式
这已经让其他武学黯然失色。第9是，除了那位绝艳天下的天玄宗师叔祖之外，至今无人能使出。赢了？不，他要输了。废物，你是不是瞎呀？现在明明是师姐压着。不错，你果然很强。哼！玄拓也在用燃魂秘法提升修为，一层修为差距，云淼还能勉强应付，如今差了3层，我天玄宗要输了。天要亡我天玄呐！若你刚刚使用的是天玄九剑第9式，我恐怕已经死了。可惜刚刚已经是你的极限了吧？天玄宗的灵脉，我赤云宗就笑纳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我尽兴了，现在你可以死了。好了，点到为止吧。什么？云淼，云淼！奇怪，刚刚发生了什么？刚刚那剑明明刺穿了那个女人才对。本场赤云宗胜。没了，灵脉没了，我天玄宗没了，宗主。耶耶！你的刀法，我好像再不见了。没有见识的小子，这是我赤云宗翠花嫡传的刀法，会的是我赤云宗嫡传弟子，还有老子和儿子。这就对了。这小子难道要……需要，不要！我之前杀过一个赤云宗的嫡传弟子，他的名字好像叫宋飞宇。庶子而敢！居然是你杀了我儿子！我杀了你！呀哈！擂台规矩，既然上了擂台，就得在擂台上比赛。你们有什么仇怨，我仙盟不补，但请宋宗主不要坏了仙盟的规矩。你们给我杀了他！我来！哼！你还不配我出手，翠花。为了你这么久，是时候出点力了。去吧。你小子怕不是被我吓傻了吧？让一条狗来跟我打，还是条二哈，还顺拐？不对，这条狗……只畜生，竟然有猎气巅峰的修为！徐阳身边什么时候养了一条这么怪的狗？看这气息，马上就要突破筑基了。哈哈哈哈哈！有意思，砍过那么多天才，还没砍过一条快筑基的狗。你确实不是他的对手，还是让我来吧。让我跟一个练气1层的废物滚开！把狗放出来！徐阳，你快上来，不要白白送死！你天赋不错，就让我教你一次天玄解剑。他要干什么？
一个炼气1层，难道也会练天玄九剑？我记得这套剑法使用最低修为也要3层炼气，而且他是要用手里这根竹竿当剑吗？剑岂是如此不变之物？用心看好了。他在突破2层、3层。9层，哎，筑基啊！一步突破筑基，还是连续突破，简直闻所未闻呐！区筑基1层又怎么样？我足足比你高了2个境界，除非你使用天玄九剑第9式，否则你根本赢不了我。天玄九剑。啊！第9式万剑，这是万剑无踪。怎么回事？第9式，真的是第9式！师叔祖，万年过去，天玄传承有后了。剩下的还打吗？输了。使者大人，请赶快宣布结果。罗宗主忘性有点大呀，莫不是刚才忘了已经将徐阳逐出宗门了吗？语出如覆水，罗宗主可不能反悔啊！徐阳，只要你入我无念宗500灵石，再加3阶丹药1瓶，当做你的入门礼。徐阳，他无念宗能给你的，我枯魂宗也能给。只要你能来我枯魂宗，我便收你为关门弟子。枯魂宗圣女现在的成就，未来5年你也能达到。百宗前世的亲传弟子，岂不是再过5年，徐阳也能和夏侯成和乔冉冉一样登上天骄榜了？不行，这小子能使出天玄九剑第9式，定能在清风山上获得师叔祖的传承，绝不能让他被抢走。好了，诸位，老夫何时说过要赶徐阳走？方才不过是玩笑话。徐阳，你护宗有功，从今日起，老夫命你为天玄宗长老，青山峰第2代峰主，门内修炼资源随你任意调用。筑基1层的长老，罗宗主，你这血本下的有点大呀！这么好的苗子，你天玄宗小门小庙能把握得住吗？而且你那嫡传弟子刚刚可对人家嫌弃得很，并且就算是长老，他们宗门好像也只有1条灵脉可以修炼的。这点修炼资源，连筑基精进都难，更别说突破金丹了。你们还要看这小子自己怎么选了。哼，怎么样了？徐阳果然是天才，那你能不能不走？什么时候说我要走了？我是说刚刚第9式看清了吗？看清了。回去好好练，再练个50年，你就有机会碰到门槛了。徐阳，你还愿意留在天玄宗？当然，我可没有住别人洞府的习惯。徐阳，你可要想清楚了，你天玄宗的修炼资源让你结丹都难。机会我们只给1次。天玄宗赢了赤云宗，除了保住灵脉和百宗排名以后，仙盟这边可还有其他奖励？1条灵脉以及1瓶3品丹药。你们说的对，天玄宗的修炼资源实在是太少了。既然这样，下一个就你们上吧。枯魂宗排名第10，无念宗排名第9。如果我打赢了第9名，天玄宗就能获得更多奖励。我说的没错吧？是，但是你得考虑好了，若挑战失败，你们天玄宗的所有资源将会不复存在。徐阳，不要冲动。你虽然领悟了天玄九剑，但你却是筑基1层修为。那无念宗的弟子可不是语文拓能比的，千万不要好高骛远。
再者说，我们现在已经没有足够的战力继续战斗了。是啊，徐阳，你快下来！我们如今能有2条灵脉，还有天选9剑，爬上百宗前10也是100年的事。我们还有时间慢慢来。100年太慢了，况且天选9剑要的就是生死搏杀，强敌磨砺。弟子们要想精进剑法，靠你们500年都不够。但是没事，能力不够，资源来凑，不用你们动手，他们我一个人就够了。徐阳，我承认你悟性不错，但是你须知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在这个世界上最不缺的就是天资。小子，自信是好事，但自负只能害了你自己。废话太多了，你们还打不打？不打就认输吧。真是好大的口气！徐阳，你快下来！妈了个巴子，见过狂的，没见过这么狂的。罗天征，看来我没必要亲自动手为我儿子报仇了。你放任他不管，其实就是他自己做，也会把自己作死。我儿子的仇，我下次再找你们算账。赤云宗，走！罗宗主，初生牛犊不怕虎，年轻气盛，我可以理解。我可以再给你们天玄宗一次机会，是打还是见好就收？我们当然……师父，这一场让我们上吧。唉，可是你们的伤啊，都恢复了。多亏云淼师妹将最后的5节丹药分给了我，现在我体内溢出的灵气马上可以助我突破筑基。虽然很不爽，但这小子说的对，若此时退下，将来天选9剑的修炼恐怕再难寸进。你们……罢了，夏宗主，天玄这回得罪了。哼，既然如此，那可就别怪我手下不留情了。第2场，百宗第90位天玄宗挑战百宗第9位无念宗，比赛开始。你应该就是你们宗门最强的了吧？就你了。哼，太托大了。筑基1层，即便能使用天选9剑，越级挑战筑基3层修士，还有一战之力。可那是筑基9层。看来你对我不甚了解。我天骄榜排行虽然只是第7，但还有另外一个称号，金丹以下第1人。不过正好我也想知道，同样是9式，大眼枪诀和天选9剑比，孰强孰弱？放心吧，等会儿我会收助力，留你一命。不必了，金丹之下第1人，说到还是筑基罢了，阁下尽全力出手就好。等一下，徐阳，这场我们来。2个筑基1层，谁上去不都一样送死？不对，他在突破。从筑基1层突破到筑基2层，看这气势，还是2层圆满。一个从炼气1层直接突破到筑基1层，一个说突破就突破。他们天玄宗突破连灵石都不要吗？徐阳突破时灵气很稳定，估计早就能突破了，一直压着没有突破。但看苏云淼波动气势，应该是用的是丹药或者秘法。神灵丹药要能直接让人在筑基突破一个小境界，这种丹药至少有5品丹药才能做到吧？不可能，不可能是5品丹药，5品丹药1000年前就绝迹，应该是什么秘法？看来那老小子留了不少底牌啊。徐阳，这一场我来吧，以我现在的力量，应该可以帮你消耗一些无念宗的力量。那倒不必了，不过我看你刚刚对剑法有了新的感悟，来试剑刚刚好，你来吧。天玄剑第8式，九幽听雷，黄泉问渡，关键在直面去向死而生，夏侯成势必
但也是他变强必须要迈过的门槛。天玄剑法第8式，天玄剑法第8式。啊！大青山。我没兴趣在弱者身上浪费时间，天玄宗还有能打的，一起上吧。喂，瞎子，等会儿我还要和你打呢，你快点啊，不然我可要回家睡觉。哼！放心，半炷香时间。混蛋，这不正好，大家一起上，这便宜不要白不要。瞎子，这可是你说的，等下输了可千万别后悔。井底之蛙，境界的差距可不是光靠人数能弥补的。同样是筑基期，又差了一个大境界，差距应该不会太大。云淼是想领悟天玄剑法第9式，急功近利。师兄，你的意思是？我说了，他资质不错，但是还要再练50年，才有可能摸到天玄9式的门槛。好多任务，是第9式。哦，师妹领悟天玄9的第9式，加上突破筑基的5、2、1，能力。开始。怎么会？怎么可能连让他挪动脚步都做不到？无聊。那这招呢？师妹，天玄9剑。难道云淼也？断剑！云淼，师姐，我说了，他还得再练50年，资质不够，强行逞能只会反噬自己。亏我方才还有所期待，给了你们机会。如今看来，你们不配。发生了什么？有点意思。师妹，无孽宗圣，圣子真是好手段，靠着这一手，不愧被人称为金丹以下第1人，不愧是将大眼枪诀演化至第9段的天骄榜第7。聂宗主过奖了。徒儿，刚刚发生了什么？他怎么还没动手你就倒下了？刚刚这是哪里？灵力怎么用不出来？这里是你的神魂空间，你未曾修炼过神魂功法，在这里便没了修为，与凡人无异。没想到大眼枪诀居然是神魂功法。这大多数的神魂功法只有金丹修士才能修炼，而这大眼枪诀却是一部能配合筑基修士修炼的功法。这无念宗的圣子却能直接进入别人识海，恐怕已将大眼枪诀也练到大成境界。这不是作弊吗？难怪被称为金丹以下的第1人。筑基修士哪来的神魂力量？他有这功法，谁能打得过他？徐阳，师叔祖的传承里可有筑基期修炼的神魂功法？没有。罢了，这场比试我天玄宗认栽了。我的神魂
差点忘了，我虽然修为轮回重修，但是我的神魂依然是在地界。不，还有办法。师兄，我猜他进攻神魂也是有条件的，只要我们的身体还有武器，不被他的枪碰到，就不会被他攻击神魂。否则，刚刚他明明可以直接攻击神魂，没必要用枪，多此一举。若真筑基能无敌的话，那枯魂宗也没必要和他们打了。有点脑子啊！你们猜的没错，只要你的武器不碰到那瞎子的武器，就没事。可恶！上次明明一下子就可以，还重又如何？我就凭他一个筑基1层，有信心不被我的枪碰到吗？认输吧，再打也是浪费时间。确实浪费时间。借你剑一用。所以，为了不浪费时间，你还有你们，能打的一起上吧。我并不讨厌你的狂妄，有能力的人都有些个性，但天玄宗这种破小宗门限制了你的见识，让你成为井底之蛙，产生了自己是天骄的错觉。现在的你还没有狂妄的资格。我会让你见识到何为天骄。天玄九剑，天玄九剑第8式。原来如此，灵气飞剑，并非剑的本体，即便被枪碰了，也没有事。又是第9式，此子天玄九剑每一式切换如此流畅自然，完全不像刚练会的样子，倒像是练了几百年的老怪。这大概能赢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天玄九剑确实是不错的剑，能让我认真和你打一场。他居然一直在隐藏实力。我劝你最好不要进我的神魂空间，否则你可能会道心破碎。哼，碰到了。何苦呢？这是神魂空间，这样的神魂空间我还是第一次见。没有神魂法术，你一个筑基修士，注定斗不过我。人呢？徐阳，再不出来，可就没意思了。这是地境神魂。这怎么不动了？他们正在神魂空间内交战，只是这时间是不是有点太久了？马上胜负就见分晓了。面对神魂攻击，天玄宗败得不远。那到底是什么神魂境界？早说了不要进我的神魂空间，你不信？
下一个。哟，徐阳赢了，他可是无念宗圣子，天骄榜排名第7的筑基巅峰修士。怎么可能？莫非这小子也练过什么神魂功法不成？夏宗主，当着仙盟的面，你想干什么？有臭味，臭味！妖兽的臭味，孽畜，还不速速现身！人族眼力不错，区妖兽，找死！是呀，居然是元婴期的妖兽！元婴大妖怎么会出现在这儿？难道仙盟对抗妖族的防线失守了？不对，这应该只是一个分身。如果是本体的话，刚刚那一下，我早就没命了。原来这就是元婴，光是分身就压得人喘不过气。看来刚刚不是被这头元婴妖兽影响了神魂，否则怎么有人会有法相天地的地境神魂？他在干嘛？他在布阵。布阵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这是一个距离很远的传送阵，能够将方圆100里之内的金丹期以下的修士定向传送。没想到居然还有人族记得这早已失传的阵法，但知道又能怎样？你们这群人族蝼蚁只配做我们妖兽的口粮。哼，今年的口粮看着还不错吧？几阵？不好，快阻止他！坐镇？就凭你们这些人族蝼蚁，还不配？不会要被传送到妖族领地当他们的食物吧？我在你身上感受到了一丝熟悉的气息。你疯了！那可是元婴大妖，快回来！需要快回来！仙门开了，感谢徐道友，此恩我龙族必永当铭记。去吧，你和敖然是什么关系？没想到居然还有人族知道我曾祖父的名字，看来你还是很崇拜我们龙族的强者。想当年，我曾祖父飞升仙界可是3大妖族之一。小子，看你叫出我曾祖父名号的份上，给你个光荣的机会，做我们龙族的奴隶。奴隶？还真是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。可是我记得，当年是人族一剑斩开仙门，敖然沾光才得以飞升。你小子，你看过我们龙族仙秘？什么意思？妖族真的是沾了人族的光，飞升的仙界。看来1万年之久，有些历史已经被淡了。当年飞升之日，本就只有地境圆满的天玄师叔祖一人，其他3大妖族本就只有半步之境，还未达到突破仙门、飞升上界的实力。是当年天玄师叔祖一剑破开仙门，才得以飞升上界。此事还是师父口述给我，连古籍都没有记载，他又如何得知？我没看过什么龙族新秘，只不过当年人族助你曾祖父飞升之时，他曾许下诺言，飞升之恩，龙族铭记。结果现在，
你恩将仇报，倒行逆施，就不怕给你在上界的祖先留下因果业力，还要祸及龙族？人族是人族，师叔祖是师叔祖，我杀人族跟师叔祖又有何干系？只要我不对师叔祖出手，哪来的因果报应、业力缠身？更何况徐阳那老东西，早在1万年前就飞升失败陨落了。等等，他刚刚是不是说徐阳那个老家伙？我知道了，我终于想起来了，为什么我第一次听到他叫徐阳的时候，觉得那么的熟悉？敖冉要是知道你在我面前这样对我说话，说不定他会气得下级来揍你一顿。你一个筑基的虫子，竟敢和我这样说话！当年我第一次来到宗门，去到藏书阁的时候，发现了一本古籍，那本书上就写着徐阳。小子，你以为你是谁？当年我第一次来到宗门，去到藏书阁的时候，发现了一本古籍，那本书上就写着徐阳。师父说我天赋一般，10岁还未能结丹。10岁未能结丹，还天赋一般？为何无论如何努力都只能凝聚8颗金丹？9转金丹到底如何凝聚呢？难道真是师父所说，是因为我不会喝酒，只能到此为止了吗？哪有什么10岁就可以筑基的修士啊！而且这7转金丹者，在整个九州大陆都已经是凤毛麟角了。此人练就8转金丹，还对自己不满，我看呢，你就是一个无聊的修士，写的一个满满的对自己夸夸其谈的荒唐话本吧。徐阳于幼年战乱，幸得长生仙子相救，遂拜其门下，千年苦修，终至地境，飞升台上今日去，明昭正道，谢谢恩。10岁筑基圆满，20岁8转金丹达成，100岁元婴后直接化为神，1000岁以后达到了无法想象的地境，成为九州大地有史以来最为妖孽的人族天才。你说他是？在下天玄宗徐阳。师叔祖叫徐阳，这小子也叫徐阳，他恰好还获得了师叔祖天玄九剑的传承。这一切真的是巧合。小子，你不会以为你跟天玄师叔祖名字一样，我就不敢动你了吧？你可以试试。竟敢挑衅元婴，找死！徐阳，就是现在，夺阵！不自量力！什么？封山力量？不可能！这世上怎么还会有这种力量？没用的！阵法一旦启动，就没有人能阻止。我在妖族领域等着你们。居然是这块玉佩。我也撑不住了，这座阵马上就要发动了。他们都是吃人不吐骨头的恶魔，咱们不会被传送到炖肉的锅里吧？怎么办？我不想死。冉冉，这里面是保命的符箓和灵石，你要好好活下去。不管被传送到哪里，都要听你大师兄的话，一定要活着，活着！这是宗门所有的丹药。师父，记住，你们一定要撑到我们来救你们。淼淼，长歌，
还有徐阳，天玄宗的未来就靠你们了。师尊，传送阵的大概传送位置找到了，在南海齐州。而那些派过去探秘的修士、境界在筑基以上的，进去都莫名被传送出来，而进去的筑基修士都失联了。令牌显示他们还活着，但联络用的法器突然联系不到了。那只蛇妖在那儿亲自布下了隔绝阵法，估计是已经掌握了能够吞噬金丹的秘法。吞噬金丹？筑基修士在结丹修炼时，会在体内凝结金丹，而刚凝结而成的金丹纯净无比，蕴藏着大量的无垢灵气，而这无垢灵气恰是化神修士精进最需要的资源。岂不是那些被传送的弟子，只要吞噬金丹就会有危险？恐怕是的。看来他们早有准备，正好利用这次百宗大比晚了我一道。双儿，你过来。是。王师尊，无妨。这枚玉佩能隐藏你的境界，里面注入了我的全力一击。你拿着它去齐州，找到阵眼，释放玉佩灵力，毁掉阵眼即可。师尊，都是徒儿无能，未能打败妖族，还浪费师尊的灵力。无妨，你做得很对，而且也没有浪费。这枚玉佩是别人送予我的，里面的灵力原也不属于我。这么强的力量，不是师尊的，还能是谁的？除了那位，还能有谁？当我还是10岁稚童时，遇到了飞升前的徐阳。你天赋不错，可愿入天玄宗，拜入老夫门下？他想收我为徒，可惜我那时年幼，不知仙凡之别，更不知徐阳2字在修仙界的分量。身为凡人皇室公主的我，自视甚高。不要，本宫才不要加入什么宗门。父皇说了，本宫是尊贵的公主，一个宗门一点也不好玩，本宫要100个宗门。看来你我今日无缘。这玉佩就当是老夫冒犯公主的赔礼吧。若是日后改变主意了，这玉佩会助你找到老夫的。后来我知道了他的身份，拿着这枚玉佩去天玄宗找他时，已是他飞升失败之后的事。这枚阴阳鱼玉佩，阴鱼内有一道他为保护我而留下的剑气，而这枚阳鱼玉佩里面有一滴他的心血。法器认主时用的血液。不错。所以这枚阳羽若是感知到它的主人，便会发光，距离越近，光芒越盛。可惜那位大人在万年前就已陨落。倘若当时我拿着这枚玉佩遇到了他，成为了他的弟子的话，这是，事不宜迟，你快去吧。那些弟子都是未来对抗妖族的希望，尽早救他们出来。
是。道友还真是不死心呢，这都来了几次了？我感受到了。是吗？我的去！但我同样因为火龙族弟子的金丹之日，就是灭血盟之时。届时，所有人族都会是我妖族的奴隶和食物。哼！满嘴喷粪，浪费老身一盏好茶。我这身体也不知道还能撑多久。天玄师叔祖，若你在当世的话，该有多好！许阳，你真的要一个人往北走吗？那里没有灵气，无法修炼，是凡人的城镇。我不想在这山里，也不想修炼，而且你们暂时也都出不去。哼！打了3天了，这结界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？看来我们暂时是出不去了。这妖族把我们传送到这里，到底有什么目的？打听清楚了，我们现在是在南海奇州。居然在这儿！我记得1000年以前，妖族进攻南海，此地的宗门就已全部撤离，只留下了一些凡人城镇。没错，虽然没有宗门，但1000年来不断有金丹以下的人族修士被传送过来。为何都是金丹以下的修士都被吃掉了？突破金丹就会被大妖吃掉。妖族设下这个结界，目的就是为了这个人族的修士。一旦结界内的修士结丹，就会被熬炼的分身感应并杀掉，然后那些修士的金丹就会被妖族炼化吞噬。哼，竟敢把我们当猪养，也不怕崩了这群畜生的牙！看守此地的龙妖虽然是元婴大妖，但我料他一次也对付不了一群结丹修士。圣子的意思是，我把修炼资源分给你们，只要我们一起结丹，一定能杀出去。往北走，有灵脉灵气可以修炼。你们打不过他，就算你们能杀了元婴大妖，这结界是化神修士布下的，凭你们的实力也出不去。化神境，那岂不是和人族最强仙盟盟主一个境界的实力？怎么办？我们不会要被困在这里一辈子吧？不至于。这结界我能破，这结界我能破。这结界里没有足够的灵气支撑我突破化神期，无法靠蛮力打开。但是我略通阵法，只要给我50年的时间，我就可以参透阵法，带你们出去。呆子，化神境可不是和你突破筑基一样，想突破就能突破的。你可知，就连最强的仙盟盟主从元婴突破到化神，都花了整整5000年。以为自己有点天赋就哗众取宠，还50年破阵，我看你根本就是害怕大妖而不敢结丹，拖延时间的借口罢了。你真的不跟我们走吗？我就在山下的小镇里，你们要是准备结丹了，记得来找我。
走了也好，我们没有功夫管这种贪生怕死、坐享其成之辈。无论如何，徐阳是我天玄宗的人，我会让天玄宗每个弟子顺利的出去，包括你。公子，公子，救我！他没看见。公子，我中毒了，救我！我能给钱。去凡人城镇确实需要银钱，既然如此，公子，求点儿。我的伤好了，全好了。我的眼睛也好了。我不是在做梦吧？疤也没了。这是我，比以前好看。哎呦，此人医术了得，但人品，我能给钱。唯利是图的男人，他治好了我的伤，肯定是想趁此机会讹我一笔。不行，拿钱给他。徐大夫，一张地契10两银子，不能再多了。你也知道，最近吧，大环境不行，经济不景气，钱很难挣的。你要再多的钱，我也给不出来了。那，这个地依山傍水，风景特别好，地段很好的，不便宜的。你要是嫌少的话，我最多再给20。好。聊，你都不还价的，比如零食什么的。这就够了，我不需要零食。成交。不能反悔的。真是个怪人，治疗眼睛这么重的疾病，人都是按零食收费，他居然就这点钱给打发了。也对，你又不是仙人，零食这种东西吧，对你来说就是普通的石头。原来是个没见识的憨货，不知道一块零食都能抵上千两黄金啊！把我当成凡人了？既然诊金已经付清，那在下告辞。卖包子，饭嘞！学生姐，包子，刚出笼的热包子，来了，热包子，刚出笼的，多少钱？2块钱一个，拿2个。哎，好嘞，让，哎，让一下，哎。
师傅，红尘是什么呀？好问题，师傅，也不知道。但为师知道，这答案在哪儿。在哪里？酒里。徐雅，想知道红尘是什么的话，就去人多的地方看看，看看马车行驶时扬起的尘土。只要肯花时间，总会找到的。这个地风景秀美，不便宜的。就是啊。大曲深处无残留，万古滔滔涌江流。深古墓中春秋，无有梦魇不知愁。策马陌路雁康游。我信这一生八体，或信终身仙无敌。山上草，大遍荆棘。梦醒在似水痕地，更非涅槃新生理。一剑开，解辟天地。有人吗？救命啊！大夫，求求你，求求你救救我爹！我的手啊！我爹被火炉烫伤了，需要截肢。不能啊，手没了，赚钱的营生就没了，不能截，走啊！这都什么时候了？不用截，我能治。真的？对。只需要把坏掉的肉切掉，再让新的肉长出来就好了。大夫，真可以这么治吗？能治好的。我虽然没有拜过医师，但是其他大夫应该也是这样治的。谁家大夫这么治啊？哎呀！我的手怎么感觉不到了？他是不是在骗的？已经截了！哎呀！好了。爹，好了，你的手好了。这是俺的手，神医呀，神医！您刚才给俺用的那灵药不便宜吧？但是大夫您放心呐，您治好了俺的手，恩同再造。无论多少银两，俺都去凑啊！诊费10两，凑够了钱，放在柜台结账。10两？这种生死人肉白骨的灵药，别人都是按灵时卖，他居然10两银子！徐大夫，俺就在隔壁开酒楼的，以后您有什么需要，尽管吩咐。阿月，手好啊！多亏了徐大夫啊！没有大夫如此治病，难道凡人的大夫有比这更好的治法？是不是看一下医书更好？哎，你们听说了吗？这回春馆里面住着可是个神医，包治百病啊！
哎，我家老头子的中风，徐大夫就这么敲了一下在头上就好了。哎呦，无论多重的病，都只收10两银子，真是悬壶济世，医者仁心呐！这咋样了，老婆子？大夫说我怀上了，足足3个。徐叔，我又来了。喏，我爹让我给你带的烤鸭。好手艺，帮我谢谢你爹。我没记错，你今天应该上了私塾去写课业。怎么，又准备在我这儿赖到晚上？什么叫赖呀？说话别那么冷漠，咱俩谁跟谁呀？哎呀，那玩意儿太无聊了，一点意思都没有。那你觉得什么有意思？修仙，成为仙人，飞天遁地，行侠仗义，那才有意思呢。徐叔，你说你什么病都会治，该不会也是仙人吧？但他们都说，你肯定不是仙人。你为什么这么肯定？这没有灵气，仙人肯定都不愿意待在这种地方。其实之前也有仙人来过我们这儿，但他们很快就走了，说这是被福泽抛弃的地方。抛弃？对，你看，我们这已经1000年没有出过太阳了。他们都说我们是被抛弃的凡人。结界隔绝了阳光，看来此地已经被妖族封印了1000余年。对了，徐叔，你说我会不会也觉醒灵根呀？也成为仙人，御剑飞行，冲破乌云，逐日追星。你没有灵根，无法修行。你又不是仙人，你怎么知道我没灵根？我看得出。你只是个大夫，肯定会看走眼的。三弟，坚持住，咱们已经到医馆了。没用的，二哥，我的内脏已经被野狼给震碎了，医不好的。三弟，妈的，野狼帮子的狗杂碎，仗着人多势众，欺人太甚。三弟，等咱医好了你，我和大当家一定帮你报仇。开门，开门呀，救人！大夫，快救人！还愣着干嘛？救人呀！不急，内脏碎了而已。内脏碎了而已？他人都快死了！你他妈耍我是吧？小子，义不义？不义，老子砍死你！住手！大当家，让我砍死这欺世盗名的假神医！大当家，三弟他快死了！对不起，大当家，之前是你救了我，我贪了你的诊费，是我做的不对，我在这里给你磕头道歉。帮主，这里是1000两银券，当做之前对你的赔偿。如果你可以救活我三弟，我会奉上黄金100两，还有1颗灵石。起来吧，我又没说不救他。谢谢，谢谢大夫。啊，三弟，三弟！
三弟，你感觉咋样啊？好了，二哥，对呀，我真好了，真的好了，真好了！哎呀，好啊！刚刚把他的淤血打散，这副药拿回去吃了，静养2日就好了。哎，这是约定好的报酬。黄金过2日我会拆人算的。哈，大当家的，咱们青竹帮可是只有这1颗灵石啊！我们将来还要靠它对抗野狼帮，怎么能……哎呀，他能救你就不错了。要不是因为这颗灵石，你也不会被野狼算计。徐大夫，你有所不知，这颗是灵石，是仙家修炼修士必备的重要资源。对我们凡人来说，1颗足以抵千金。其实我更喜欢10两银子，不过作为这次的酬金，它刚刚好。切，得了便宜还卖乖。闭嘴！鱼池正好还缺1块装饰的灵石。这样刚刚好。虚叔，昨天晚上有帮派在这附近火拼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就行。最近听说野狼帮为了灵石，一直在给青竹帮下黑手。青竹帮帮主虽然仁义，但总是被野狼帮压一头。听说昨晚青竹帮帮主去找野狼帮报仇去了，还毒瞎了野狼帮帮主1只眼睛。现在野狼啊，成独眼狼了。嘿，是吗？徐叔，这灵石到底有什么用啊？为什么那些帮派大人物都抢着要它？不过是好看点的石头罢了，用来装点鱼池倒是刚刚好。真不知道这些帮派大人物是怎么想的。对了，徐叔，上次那个事，对不起啊，我知道你没有必要骗我，我没有修炼天赋，这辈子做个普通人，继承我老弟的酒楼也挺好的。来，试试。这是什么？虚叔，这是什么刀啊？怎么这么重啊？玄铁做的刀，给你练武用的。啊？练武？不错，虽然你没有灵根，不能修行，但是根骨在凡间算是好的。以后你就拿着这刀，在你爹的酒楼后厨切菜。我再给你找本武学秘籍，好好练的话，也能成为武学高手。高手？有多高？多高我不清楚，但是应该比青竹帮的帮主和野狼帮的帮主都高。真的？徐大哥，你就是我亲大哥。徐大哥，这刀这么重，得有多少斤啊？500斤而已，不重。我这儿还有把1万斤的，你把这把用熟了，再来找我换这个。1万斤？徐大哥，你力气这么大，还有武学秘籍，你该不会是隐藏的武学高手吧？我确实未曾学过武学。也是，你是神医，肯定把时间都放在医术钻研上面去了，哪有时间练武呀？哎，不过没关系，等我以后神功大成，我罩着你，什么青竹帮啊、野狼帮啊，哼，我让他们都管你家大哥。哎，菜来喽！来，徐老弟，难得来俺们这一趟啊！这可是我珍藏了10年的醉红尘，尝尝味儿。醉红尘？诶，啊！哎呀，多谢。哎，嘿嘿嘿，哎。
筑基修士，李掌柜，那是啊？您说是莫老啊？你别看他穿的邋遢，那可是有钱的主啊！一下子交了1年的食宿费，每天呢就是闷头在那喝闷酒，自己和自己下棋，一下就是1整年啊！我记得那盘棋莫老上周就在下了，还没结束啊！俺们都管他叫棋疯子。哎，不少高手啊专门来俺们酒楼跟他对弈啊，但是从来都没有人能在他那儿撑过1炷香。1炷香久了，连半炷香都没成过。一开始啊，还有外城的人慕名而来，后来呀，棋没下赢，人却疯了，喊呐！后来慢慢的就没人敢挑战莫老了，莫老啊，只能自己跟自己下了。徐大夫想挑战莫老？哎呀，老友，请。我赌徐大夫1炷香的时间。哼，我赌我大哥2炷香，没用的。徐大夫虽说医术了得，但肯定下不过这棋疯子。我赌他半炷香都撑不过。阿月，你要是猜错了，让你爹拿一罐醉红尘，让我妹尝一尝啊！有意思。喂，过去多久了？早就过1炷香了，不愧是我大哥。看来这美酒是喝不上了呀。不过这莫老能和徐大夫下棋犹豫这么久，徐大夫不简单呀。我输了。哎，嘿，终于输了！我就说嘛，没人赢得过这棋疯子。可这他们都下了1天1夜了，能和莫老下这么久的人，他是第一个。能赢我的，你是第一个。这么长时间能和我下的这么久的，你也是第一位。再来。好酒。上酒！大哥，这就是徐阳。哎呦，之前李青竹那臭娘们的眼睛就是你治好的。是。很好，师兄弟，你把我这也治好，不然……哼，看到没？这凳子就是你的下场。我在下棋，现在没空。看来你是敬酒不吃，吃罚酒啊！是学不会听话了，那么喜欢下棋啊？那老子就先剁了你的手！住手！不许动！动我大哥！要打我跟你们打！阿月，阿月，嘿，连把菜刀都握不稳的小鬼，还是滚回家喝奶去吧！我喝你娘的奶！你过来啊！小鬼，你等着，上去弄死他！哟！马骑崩！我儿什么时候这么厉害了？废物！我儿什么时候这么厉害了？小子，天赋不错，但是敢得罪我们野狼帮，就要付出生命的代价。住手！瞎了只眼，野狼变野狗，开始欺负小孩了。哼！是青竹帮，臭娘们你！放肆！看看现在什么情况？大哥，不好了，咱家被偷了！这个场景熟悉吗？当初偷袭打伤我，还有我3弟之仇，一个都别想跑！来人，到！给我把他带出去！
武功全废。是，滚，老实点，走。之前对徐大夫多有误会，还望徐大夫莫要怪罪。这是之前答应给你的100两黄金，虽然你翟姓人后没有要，但是我青竹帮做事，既然答应就不能不给。100两，还是黄金？黄金？哎，今日我是恰巧路过此地，抓住了野狼，请徐大夫放心，此次再也不会过来骚扰你们了。那既然如此，我就先告辞了。多谢。帮主，大当家，你怎么不告诉徐大夫，是你派人守住他的？咱帮主啊，怕不是对那徐大夫动了心，不敢说吧？切，绝对不可能！大当家怎么会喜欢那种手无缚鸡之力的男人？要喜欢也喜欢我这种……嘿，就那臭小子，怎么配得上大当家呢？怎么配不上啊？人家生得好看，医术又高，还救了我和老三的命呢。那怎么可能啊？哎呀，我之前误会人家了，我以为人家是唯利是图的小人，但是我跟这边的村民打听，人家那是医者仁心，无论多重的病，10两银子的诊金，虽然是弱了那么一点点，反正老娘就是看上他了，弱点怎么了？老娘是青竹帮的帮主，有我罩着他，谁敢欺负那小子？哎呦，这镇上啊，还有不少的小闺女喜欢那个小白脸儿。帮主啊，也是到年纪了，咱们呐该为帮主的幸福考虑，不能让他天天跟着我们这群糙汉混呐。糙汉？那小白脸到底有什么好？等等我！师傅，我从书上看到，从筑基期到结丹期，最多可以结9转金丹，可是为什么我到第9转总是凝结不出来呢？徐阳啊，师傅呢告诉你一个修仙至理名言，这做仙呐，不能太贪心啊。这普通修士凝练6颗，那都是天才了，能凝练7颗的那肚皮都是妖孽，这你能凝练8颗，这已经能震惊全大陆了。为师问你啊，为何如此执着凝练那9转金丹呢？因为我担心金丹不圆满的话，会影响飞升啊。飞升？你离筑基期才1个月，那还早了1万年，现在想什么飞升？因为师傅要飞升了。师傅，你又输了。为何师傅输了棋也这么开心？徐阳，当你也学会输棋的时候，你就知道如何凝练那9转金丹了。徐道友，你输了，再来。苍已经风，月影已钻脚，梦里的杨柳依旧。笑说无忧，泪又透流，半生骄傲愁。徐大哥，
大哥，快看，现在这把大的，我也能拿起来了。这才哪儿到哪儿啊！接着练。还有一个好消息，我阿月从今日起正式加入帮派了。哦，哪个帮派？还能是哪个帮派啊？当然是我青竹帮了。以后啊，你就是我阿月罩着的人了。咱们别打扰他们下棋了，咱们也下。是，帮主。赢了啊！再来一盘，再来一盘。帮主，你是来跟我下棋的，还是来看我徐大哥的？大人是小孩少管。为何输了棋还这么开心？每天看到你当然开心了。行，我不好了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阿月他，阿月慌什么？说重点。阿月，你给他出事了！阿月，节哀。大当家长，查清楚了，凶手是只没化形的妖兽。确定没有化形？如果真的是化形妖兽，那不就相当于炼气期的修士？那可不是我们这帮凡人武夫能对付得了的。地上有他的爪印，应该是还没化形，而且看足迹，他就在这洞里。畜生！阿月！帮主，要不去请许大夫来，万一有人受伤。不行，许阳他不会武功，妖兽对他来说太危险了。咱们先跟上阿月，走。大当家，这地上怎么这么多鸟毛？好啊，你们果然都来了。是你，李帮主，别来无恙啊！是你杀了李掌柜，故意把我们引过来的。没错，猜对了。作为奖励，你们今天都死在这儿吧。帮主，没看见妖兽，这附近也不像是能布置陷阱的样子。野狼，一派不是想报仇想疯了吧？且不说1年前你的武功已经被我废了，现在你就一个废人，拿什么跟我们打？废人，很好，那就让你看看这个废人是怎么杀了你的。革命者进！二弟！不是废了吗？怎么比以前更强了？我为那位大人办事啊，大人赐予了我更强的精血，而你们现在于我而言，只不过是会动的蝼蚁罢了。我要拿你们的心脏献给大人，这样我就能得到更多的力量。畜生，我宰了你！是你，当初那个连刀都拿不稳的小鬼，长这么大了呀，表情不错。对了，那个酒楼老板是你爹吧？哎呦，我当时只是跟他说你儿子在山洞被妖兽咬了，他想都没想就一个人跑来了，真是蠢的可以呀！阿月，他现在身体跟石头一样硬，他在激你硬碰硬。放心吧，帮主，石头都给他砍碎了。不是比石头还硬吗？怎么躲开了？阿月的刀更硬，能打过。这小子力气这么大，快赶上修士了，绝对不能让他看到。能破我防又怎么样？速度这么慢，
刀法也毫无章法，一看就是三脚猫的功夫罢了。毫无章法，那是当然，因为徐大哥给我的是拳法，又不是刀法。哪来的章法？拳法？那你为什么拿刀？因为徐大哥说过，若非生命关头的拼死搏杀，刀绝不能离手。你不去看看阿月那小子刚入帮，能行吗？拿着刀或许打不过，但若是放下刀，若非碰到修士，我实在想不出谁能打得过他。现在的话，应该算是徐大哥说的生死关头了吧。阿月他平时就用这么重的刀陪我们出任务呀。反正我是没有见过他那把菜刀离手的样子。徐大夫，你到底给阿月练的什么拳法？小子，力气大又怎么样？只要你打不中我早晚会耗死你的。打不中？又输了。10年对弈，从来没有赢过你一把。也始终未参透红尘丹的凝练之法。哈哈哈哈哈哈！10年前，徐道友我们俩对弈，是1天1局，可这盘棋呢，足足下了1个月了。老夫100年以来，还从来没有这样尽兴过。只不过这盘棋，徐道友，今天呢，就下到这儿吧。老夫准备明天必死关，攻克金丹。在结界里结丹，会有元婴大妖来杀你，你不怕？而且这结界是化神修士布下的，寻常金丹修士根本打不破。老头子我醒的，普通金丹确实无用，所以我要结的是9转金丹。哦，徐某愚钝，请教道友，如何结那9转金丹？金丹9转，前8颗需要聚天地之精华为己用，逆天而行。可最后1颗的红尘丹，它所需修就不在天地间，而是在你的心。所以说9转金丹的最后1转，乃是顺天应人。顺天应人啊！徐某受教。莫老，想要突破9转金丹，需度过9转天雷劫。我看你的身体已是先天受损，寿元不足，定然扛不过雷劫。不如等等徐某，不需多久，徐某的灵力就能够完全解析他这个结界，到时带你一起出去。这神劫说破就破，徐道友在外边也一定是个大人物吧。不过这次就不必麻烦徐道友了。1000年之前，这里不叫丹阳镇，而是叫丹阳国，它乃是南海7州最大的丹阳国，还有整个7州最为美丽的日升日落呀！太子从小就是个下棋高手，10岁赢得国内第1圣子，不到20，整个7州他在棋盘上便已再无敌手。然后整个妖兽进攻了，国灭了，父皇母后都死了。父皇母后，明道，快走！母后，走！
父皇，母后。亚兰太子恨自己的无能，还下了自己一根手指，时刻提醒着自己国宠之人。后来他已骑入道，有幸成为修士，他自己发誓要亲手报仇雪恨。想想时间也是时候了。放心吧，徐大夫，纵使是化神结界，我丹阳国太子莫明灯也能胜他半子。以后我们俩再对弈，那就是在结界之外了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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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！哈哈哈哈哈哈哈！你要惦记阿月那小子，不妨去看看。阿月！为什么是化形妖兽？二弟，三弟，他还尚未彻底化形成功。野狼把我们引诱至此，是让我们给这个妖兽做化形的食物。只要吃了你，那大人就能化形成功了。到时候就是炼气期妖兽了。正面吃了我一击，居然还能站起来。大人，此人古怪，切勿轻敌。你说的对，不可轻敌。为什么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，居然也敢借我刀杀人？你们人类只不过是我们妖兽的食物罢了。待我先吃了你完全化形，我再去吃了那小子。不行，他要化形了，不能让他化形，不然我们就真的打不过他了。晚了。死了，是呀，我其实还有好多话没有和你说。这女人的肉不好吃啊！听野狼说，这附近有个凡人城镇，那儿还有很多食物。至少不能让你去镇子。不知死活！住手！麻烦你能把脚从我朋友身上挪开吗？他是谁？难道是修士？为何感觉不到他的修为，却有种莫名压迫感？只是修为比我高的人，我才感应不到。可是人类修士在南海灵脉，不可能，来这里没有灵脉。徐阳，快走！他已经化形了，我们凡人打不过的。原来是个凡人。小子，你身上的肉很香啊。大哥，抱歉，我来晚了。蝼蚁竟敢无视我，我看你是不管你朋友性命了。灵气外控，你是筑基修士，前辈，我错了，你饶我一命。晚了。前辈，我错了，饶我一命。晚了。
他们的后事我都办妥了。阿月呢？阿月，他伤好了，就是不敢见你。这小子以前总是想着要修仙，要御剑，结果现在有个修仙的大哥了，反而怕的不敢见我。他不是怕你，他是知道你是修士之后，他怕他照不了你。你忘了，他从小就说，等他混出头了，他要照他徐大哥的。等我以后神功大成，我罩着你。什么青竹帮啊，野狼帮啊，哼，我让他们都管你家大哥。住手！不许动！动大哥！要打我跟你们打！以后啊，你就是我阿月罩着的人了。其实吧，在阿月心里，你本来是个完全不会武功的普通大夫，他呢，也觉得自己没什么能耐，只要练好武功，就可以好好保护你。现在好了，他知道你是个修士，不需要他保护了，所以不知道还有什么理由留在你身边，便不敢见你。你有空去看看他吧。其实我打算干满最后1年就金盆洗手不干了，带着兄弟吃香喝辣，可现在人也没了，帮也散了。夕阳，你会一直留在这个医馆，对吗？抱歉。让我抱你一会儿，就一会儿。不用觉得抱歉，我知道的，仙凡有别，我是个凡人，不能一直陪在你身边的，所以我也不会挽留你的。徐阳，能够和你在一起10年，我很满足，谢谢。老板，来只烤鸭。今日打烊，不营业。哎呀，今天你不做生意，打烊啊？怎么不去找徐大哥啊？不去。哎呀，我听说徐大哥要走了，这你不去啊？要走？他去哪儿啊？仙人还能去哪儿？仙人当然是遨游天地喽。哎，你还没走啊？怎么这么希望我离开？我来送你东西。上次你砍妖兽，你的菜刀坏了，我又给你重新锻了2把。不欢迎我的话，那我就收回了。哎，哪有大哥给小弟送东西还收回去的道理啊？去。徐阳，你还真是越练越回去了，居然和这些凡人混在一起。徐阳，你还真是越练越回去了，居然跟这些凡人混在一起。你算哪根葱啊？你敢惹我大哥？阿月，喂，小韩，你们凡人是不是管我们修士都叫仙人啊？仙人？区凡人也敢冒犯仙家修士，找死！再动一下，我不介意把你的本命法宝捏碎。住手！我们是来找徐阳求助的，不是来斗法的。徐阳，他是在下苏云淼，徐阳的事情，我看没必要找他。10年过去，他还是筑基1层，丝毫没有长进。过去帮忙也只是对妖兽作耳。这方圆百里一点灵气都没有，根本没法修炼，修为能有长进才叫奇怪。徐阳，我们准备结丹了。决定好了？决定好了，我们准备一起结丹，然后去找元婴大妖开战。这个乾坤袋就麻烦你了，此袋里面装着各大宗门没用完的丹药灵石，还有一些书信。倘若我们遭遇不测，你若有机会出来，麻烦你帮我们转交给各大宗门。这是我亲自写的8转金丹的凝结心法，以你的资质，按照心法凝结应该不难。能结8转金丹的
1万年也就出了个天玄老祖，一个筑基期的废物，也敢大言不惭结8转金丹。我劝你还是别听，别到时候金丹没结成，走火入魔，把我们都害死。哎呀，好了，我们别和他们浪费时间了，还得赶在午时前将居灵阵布置好呢。谢谢你，徐阳，你要保重。我也不知道其他宗门的位置，算了，这东西还是让他们自己说为准。青主、阿月，我出门办个事。徐大哥，你要去哪儿啊？斩妖结丹。都准备好了。乔冉冉，那居灵阵最多能持续多久？运气好的话，阵法发动能维持住10个呼吸。10个呼吸，那可是元婴大妖，就凭我们这些结丹修人，能打得过吗？你们别闹了，你们太弱了，连那妖怪的皮都破不了。能出手的只有我、圣子，还有你师妹。你可别误会啊，我可没有瞧不起你的意思，只是这居灵阵能维持住10个呼吸的前提，还得是你们所有人结丹后一起催动阵法。若你们其中一人产生差池，这居灵阵都有可能发动不了呢。要是发动不了，会怎样？那我们都会死。元婴期可不是那么好对付的。放心吧，这居灵阵虽然不能对元婴大妖产生伤害，但能困住他行动。虽然只有10个呼吸，但他也动弹不得，且无法催动灵力防御，肉身任人宰割。谁是砧板上的鱼肉还不一定。好了，事不宜迟，开始结丹吧。成功了，2转金丹，5转金丹。大师兄，你不愧是我天玄宗的天才。5转而已，还谈不上天才。不过也才3转，有什么好骄傲？我只是实话实说罢了。你眼界小，没有见过真正的天才。筑基修士突破金丹，同境界金丹数量越多越强。圣子他们10年前就过。不过一直压着境界没有结丹罢了。等你见到他们结丹的时候，就知道何为真正的天才。是枯魂宗圣女，她要结丹了。也是5转？不，还没结束。嚯，6转金丹。圣子大人突破了，这就是天骄吗？当然。当年大陆最强修士，你们天玄宗的师叔祖结金砖10为8转，从而迈入地境。圣子大人如今结为7转金丹，仅在天选师叔祖之下，未来上限至少从化神境起步。什么化神境？那岂不是和仙盟盟主一个境界啊？这师气结丹比圣子们还要久，难不成是8转金丹？不可能的，能结7转就已经是大陆上凤毛麟角的了。能结8转金丹的那都是妖怪，万年以来能做到的也就只有天玄师叔祖一个人罢了。这是元婴气息，那只大妖要来了。来不及了，先起阵。怎么回事？结丹失败了吗？果然，小宗门的人就是靠不住。不错，不错，这么多金丹修士，不费了给炼魂幡炼化，能让妖王大人至少突破2个境界了。可恶，这回比上次那具分身要强的不是一点儿。看来能应战了。他在看徐阳给他的8转金丹心法。好言难劝，该死的鬼！他居然真能信那个筑基层的废物，能拿得出8转金丹心法，没机会了！这种骗人的把戏，能不把自己练得走火入魔就不错了。你们天玄宗的一个个都是拖人后腿的。啊，不对，你们快看！8转金丹。徐阳给他的那道心法是真的？难道那日百宗大比，徐阳的神魂也是？不对，就算是真的，
也不是虚阳的，一定是他们天玄宗师叔祖的传承。八转金丹，当真是个稀品呐！我还没尝过八转金丹修饰的味道是怎样的。结阵，真是不齐了，快，就是现在结阵！没用的，再怎么耍花样，你们也不过是一群人族的金丹蝼蚁，是破不了我的元婴肉体的，是吗？大眼枪诀，神魂功法，这可是姑奶奶囤了整整10年的起爆符，元婴来了也够她喝一壶。卑鄙的人族，我杀了你们！这就是天骄榜修士的实力吗？到底谁才是元婴期？还有你师姐呢？天玄九剑第9式，万剑无宗。死吗？居然还没死，还差最后一下。星丘狐族还不出来吗？看戏还要看到什么时候？死到临头了，还想炸我们？我何时跟你说过，看守这南海奇州的元婴妖兽只有我一人？很快，你们辛苦炼制的金丹就会成为大人进阶化身的食物。年轻人，好大的火气！头好晕啊！我也是。怎么会？怎么会出来元婴妖兽？居然有能在我幻术下保持意识清醒的人族修士，不过倒也没事。不过等会儿取你们金丹的时候，可是会很疼的。好了，别跟他们废话了，把他们人族的仙丹炼化完之后吃了，不要误了大人的计划。出来吧。那是什么法器？我怎么光看着心里就发毛啊？这是主上的炼魂幡，主上就是用它来布下这奇州的化神结界，等会儿也是用它来吞噬你们的金丹，增强主上的法力。在这炼魂幡里，你们不过是热锅上的蚂蚁吧？我的金丹！这回是真的会死！混蛋！师父，天玄宗，需要余渺无能，来世再见。把他们的金丹炼化完之后，结出八转金丹女修士的肉，我可要好好尝一尝。这气息，九转金丹。是谁？九转金丹是哪位天骄榜的道友来救我们了吗？虚儿，是你吗？虚儿，我从未见过九转金丹的修士，难道这世上还有比天师祖道行还高的人不成？
那是突破九转金丹的雷劫。如果他突破九转金丹，会不会对我们不利？能领悟到九转金丹，悟性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。不过倒也不用理，我刚刚从这结丹的修仙人士身上闻到一股腐败的气味，应该是先天不足且寿元将至。若强行结丹的话，抵挡不了这天雷，对我造成不了什么威胁。你看，连这第2道雷劫都扛不过，可惜了，也没尝尝那修士的味道。死了！看来是天要亡我们。不对，你们看，咸鱼还没下，朝我们这边飘过来了。怎么回事？九转金丹修士不是死了吗？人是死了，但他刚刚引来了天雷，他想借天雷之力劈裂魂幡，破坏阵型，当真是好计算。不可能，这是化神境布下的劫阵，就算你我联手全力一击都不能破坏，更何况他小小的一个金丹修士。金丹期确实不行，可九转天雷劫里蕴含了天道法则，在天道面前，就算你是化神，也不一定能扛得住。是啊，那小子在干什么？来送死吗？是你。放心吧，屈大夫，纵使是化神结界，我丹阳国太子莫明灯也能胜他半子。仙道，大黄，他就是那雷劫。帮主，快出来看！奶奶，那是什么？太阳，那是太阳啊！化神结界破了，以身入局，胜天半死，千年暗示，一等即明，好棋啊！能与莫兄对弈，须亦快哉！差点就破了，好险！刚才的力量，要是再来一次，师傅的阵法就扛不住了。是吗？既然还差一次，那就再来一次好了。徐阳，你一个筑基1层的修士，来瞎凑什么热闹？快回去！早知道他是来送死，就不把锦囊交给他了。徐阳，你打不过的，你赶紧走。去其他宗门的路线我不熟，等结界破了之后，你们自己带回去。再来一次，小子，你的意思是说你要突破九转金丹？是。之前在我面前装师叔祖也就算了，现在要突破连师叔祖都没突破的九转金丹，你以为九转金丹是9颗大白菜路上随便捡的？10年前见你就是筑基1层，这么久以来一点长进都没有，你就是个废柴，留着你也练不出什么金丹，当用没有，还不如今日就让我把你杀了当点心吃。杀就杀了，这么多废话干嘛？你不对劲，奥利，他的气息在变化。筑基巅峰，又是连续突破，看来这小子之前也在压着境界。不对，境界在增长，他开始结丹了，不像是压着境界突破的，至少从最低1层直接修炼到金丹内，我还是第一次见。结丹好啊，多一个金丹给炼魂幡炼化，这样老大的力量便能再强上1分。1转、2转、3转。8转金丹，又是8转金丹，他真能凝成9段吗？他之所以能凝结出8颗金丹，全靠天玄宗师叔心术传承，连天玄宗师祖最多都只能凝结8种，他不可能凝结出第9种。哇，为师就先走了，以后天玄宗啊，就交给你了。师傅，喂，听见没？师傅，你放心，天玄宗以后有我罩着。虚阳，你这看着怎么跟以前不一样呢？瞧着顺眼了许多，不错。这酒呢，为师赏你了。好喝。师傅，好久没和您下棋了，
在飞升前，再陪徒儿下一盘。好，这走之前呢，为师就虐你一把。你这棋艺是不是有点长进了呀？是，之前和一个老头下了10年。10年啊，这原来如此嘛！哼，这人呐，身处红尘，就总有要面临且难以逃避的遗憾，生离死别、执念、欲爱。这情感万千呐，但是作为修行之人，并非要绝情断欲啊，而是要不为情困，不为情牵，以一颗出世之心入世，直面内心。徒儿，如今这红尘劫，你可参透了？这回啊，为师是真走了。师傅，他日飞升，找师傅喝酒。出世之心入世，直面本心。师傅，莫老，九转金丹的最后一转，红尘丹，我悟了。九转金丹，他真的做到了。混蛋，为何背叛我？炼魂幡事关主上进阶，不能有半点差池。敖烈为了主上的大业，就只能委屈你，用你的元婴肉身来抵挡这天劫了。好歹也是在一个人门下做事，洪门说杀就杀了，何其可悲啊！他能为主上牺牲，是他的荣幸。荣幸？你刚刚怎么不去扛雷劫？你们青丘狐族的祖先好歹是个讲究妖兽，怎么到了你这儿变得如此虚伪毒辣了？小子，不要以为你突破了九转金丹就可以跟我叫嚣。九转金丹说到底不过也只是个结丹修士，老娘可是实打实的元婴大妖。那加上我呢？他是谁？怎么有些眼熟？天骄榜第一冷凝霜，他是仙盟盟主唯一的亲传弟子。年前我们还是筑基修士的时候，他就是金丹7层的修士了。他就是个怪物，甚至有很多人都在说他未来会成为第2个天玄师叔祖一样的存在。他估计是受仙盟盟主的旨意来救我们的。真是恐怖的天赋，看他现在的气息，似乎又要突破元婴。倘若他与徐阳联手，一定可以打过那只狐妖。打过？别开玩笑了，天赋再强，也只不过是2个金丹修士，只不过多一个人来送死罢了。谁说我要和你打？我在这蛰伏了10年，为的就是能够有一招破坏这封印结界，等的就是你摧毁这炼魂幡，弄进那阵眼的那一刻。不好！这是化神修士的力量。得救了！刚刚玉佩里爆出的化神一击，是仙盟盟主的力量吗？好强啊！多谢仙盟出手相助，不然今日我们都将命丧于此。其实我早几年就潜入了其中，一直在找寻机会破坏这阵眼。若非是那位不知名的散修和徐阳2次结丹进攻阵眼，使其露出破绽，我还不一定能够轻易得手。如此，还得感谢徐阳。谢谢仙盟，还有凝霜道友救命之恩，
你的玉佩好像一直在发光。云淼道友说笑了，这玉佩只有碰上天玄师叔祖才能。不错，所以这枚阳羽若是感知到它的主人，便会发光，距离越近，光芒越盛。可惜那位大人在万年前就已陨落。感知到玉的主人才会发光，难道徐阳他人呢？他刚刚说先回天玄宗了。出事了，但人都去哪？杀子之仇，不共戴天，你要救天玄宗主，带徐阳来横断仙宫。仙盟的横断仙宫。宋风城，老东西，你这个人族奸细！妈了个巴子的，什么奸细？老子这是弃暗投明！听着，我儿子死的那笔账，我迟早要跟你们天玄宗算的。什么仙盟百宗，现在仙盟是护着你们天玄宗，那我就加入仙盟对抗的妖族。现在看来，我的选择是对的。我让煮酒阴大人寄依在我身上，穿过仙盟结界，夺舍仙盟盟主。等大人彻底吞噬完了仙盟盟主的身体和力量，就可以突破地境，天下无人可敌。到时候，我宋风城就是大陆最强者的第一功臣。痴心妄想！嘿嘿嘿。宋风城，过来。大人，我在南海布下的炼魂结界被叶安澜的力量打破了，应该是他的弟子做的。那些宗门弟子也都逃了出去，刚刚竟然还混进了一只虫子，还拿着一根竹竿，应该是你斩杀之人。去吧，解决掉那只虫子。是，大人。以后跪着说是。是，大人。拿这根竹竿，徐阳。魏长老，徐阳，你没事吧？长哥他们怎么样？他们都没事。魏长老，到底发生什么事？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宋风城那个老怪勾结妖族，让妖王夺舍了仙盟盟主。如今妖王马上就要冲击圣地境界，已经没有人能阻止他了。徐阳，你快走，你回去告诉长哥和苏一淼他们，再也不要回来了。快走，快走！没用的，不要浪费了。是灵根受损，就算是5阶丹药也治不好。除非是最高阶的圣品丹药。这不是5阶丹药，这就是圣品丹药。圣品丹药？对，来的路上见有合适的灵芝药草，顺手炼了一瓶。我的灵根真的在慢慢恢复。天哪，你怎么会炼这种绝品丹药？你到底是……徐阳，不好！你快！你终于来了，飞羽，你被杀之仇，爹今日就为你报了。报仇？当年是你赤云宗想要强取豪夺，结果实力不济，反受其害。如今在你嘴里却变成了你那废物儿子受了多大委屈一样。当年你差点灭了天玄宗道统，我还没有找你算账，你倒是自己送上门来了。小子，修仙界的弱肉强食者为尊的道理，懂不懂啊？谁的拳头大，谁就有理。那你说我和你谁更硬？笑话！这10年，老夫可是境界到了金丹巅峰，而你是刚刚结丹，你拿什么跟我打？就管杀你还不需要拿些什么金丹，靠境界就够了。
徐阳，你怎么来了？快回去！别担心，我会带你回去的。走啊！是你杀了宋风城？是。原来如此，你凝练了九转金丹，非一般的金丹修士所能打得过的。是那家伙轻敌了。我不讨厌天才，相反，我很喜欢和天才合作。未来我要打造一个人妖共存的时代。你很不错，要不要来做我的手下？南海奇州被你的炼魂幡封印1000年，期间不知多少人族修士被你炼化，又有多少凡人在你默许之下葬身妖兽之口。抱歉，我在你身上看不到共存2字。秩序的建立总是伴随着流血和牺牲。徐阳，你可知万年前为何人妖能够相对的共存？为何？因为有一人，他冠绝天下，他即便什么也没做，便是一个时代所有修行者的心魔。当年的天玄师叔祖，光他的存在，可以说就是制度本身。3大妖族和各强大宗不得不联合制衡他所在的天玄宗。你想成为他？不，我要超越他。他并没有建立秩序，所以当他飞升失败陨落后，因他而存在的秩序也随之崩塌。妖族开始和人族争夺更多的生存资源。人族百宗林立，争夺灵脉。天玄宗从万年前的天下第一大宗，不到500年，便分崩离析。修行者傲然天地，应冲破规则，统领万物，这是造化，亦是天命。我要建立一个即便我不存在，也能够运转下去的秩序。所以有些牺牲是必要的。在我的秩序里，不需要宗门的存在。天玄宗也好，仙盟也罢，都不过是我的垫脚石罢了。原来如此。怎样，徐阳？以你的天赋，在天玄宗做一个弟子，实在是太可惜了。留在仙宗更可惜。有没有兴趣来做我的手下？他们能给的，我能给更多。我不讨厌你的想法，但你未免也太虚伪了。虚伪？南海奇州，你布下的结界法阵，我如果没看错的话，不只是要修士的命。如果全力运转的话，其中所有凡人的命运也会被炼化，成为你修炼的养料。果然啊，畜生就是畜生，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。你不过是看在我9转金丹的份上，先把我养肥了，再杀。被看穿了呀！那既然你拒绝的话，今日我便杀了你！徐阳怎么会没死？刚刚那一瞬间，我明明压爆了他所有的器官，可他居然没死。难道因为9转金丹的缘故？有我天玄宗18代宗主在，绝不让你伤我天玄弟子。徐阳，我们的境界差距太大，你打不过他。我现在拖住你，趁现在快走，快走！没事，我只不过是忘了，我还在金丹期罢了。忘了还在金丹期？怎么？
你要突破没用的，即便你突破到元婴，也不是我的对手。我现在是化神巅峰状态，待我吸收完这个身体，半只脚就踏入了地境强者行列。如果元婴不够，那就再往上突破好了。化神境，你根本不是化神境。地境法相，你到底是谁？你怎么可能会是地境强者？剑来，剑法，天玄剑是师叔祖的本命法器，天玄剑。这天玄剑不是早就被师叔祖第一血认主了吗？为何徐阳也能操纵天玄剑？不行，这身体我还没完全适应，还没到和地境强者硬碰硬的时候，我得先跑。果然是天玄剑和天玄剑法，想不到老身有生之年还能一睹天玄师叔祖的风采。煮酒阴，你既然占了老身的舍，那今日便随老身一同去吧。斩！老妖婆，放开我！不要！自从那日以后啊，师叔祖徐阳重归地境强者，但他还是在九州大陆待了1000年才飞升。这1000年以来，他重启了青山一脉，招收了有天赋的修行者，而且还在青山脚下开创了凡人武学馆。这不仅凡人，还有修士，皆可步入天玄宗修行。自此，人妖再无战争，持续至今。那之后呢？许阳师叔飞升之后呢？之后呀，之后，将军，能力小不错啊。爸，千万别忘了明天是什么日子。没忘，你妈的生日，我特意给她买她爱喝的酒。行，玩去吧。李姐，来只烤鸭。好嘞，孜然不加辣。这只先给你。您的鸭子。谢谢。不客气。老婆，我回来了。